personally，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 ridiculous，就这也太离谱了。我觉得其实这是人类面对 AI 的时候的责任心的缺失。AI 算是一个多数人的智慧的集合。我好喜欢你这个 perspective。我们这些做实验的人，在短时间内不会失业。你这问题太好了，只能说模型确实在某些事情的这个方向确实比人强，但我并不认为它可以替代在工作时候人类的及时反馈的这种能力。药不能停，大家平时吃药的时候有没有停下来想过手里这颗小药丸有什么故事？它是怎么从无到有一路过关斩将跑到我们手里的？大家好，我是小黑，我是灰原，我们是冰塔1001大药厂，我们致力于打造一款前所未有的逆转时间的药丸，实现全人类永生的同时，会以这款虚构的药丸为脉络，帮大家揭开药物从无到有，从一个想法到生产，从研发到临床研究，再到普通人手中的这段神秘过程的层层面纱。每一期节目我们都会邀请一位特别的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他在药物研发领域的小故事，和我们一起期待吧。欢迎大家来到 Beta1001 股东大会。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涛涛博士。他既懂分子动力学，也能聊大语言模型。他最近加入了一家初创公司，尝试把 AI 工具做成药企愿意买的产品。今天我们会和他聊聊 AI 是怎么帮助科学家发现新药的，在药企里是怎么落地的，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然，我们也会聊聊初创公司的故事、行业里的小趣事，以及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想象。好吧，我们先请涛涛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叫涛涛，然后今天是我来跟大家分享在这个AI 和药物的这个交叉领域的一些故事。然后感谢主持人的这个开场。我是做这个计算化学，就是模拟的这个研究，然后在读博期间接触到了就是数据科学，然后去修了一个相关的这个硕士学位。后来呢，现在就是在一家初创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公司现在目前在这个北美的主要愿景吧，就是我们想把这个 AI 的工具用在一些药物发现的场景上，然后并且将这种工具就是变成这个工业界就是辅助药物发现的其中一个部分。那很多人毕业之后会选择进入药企啊，或者是其他的学术路径。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进入 startup？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吗？哦，这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问题，因为我的这个求职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不太标准化的一个流程，因为我是在24年的时候博士毕业，然后可能大家在这个药物行业也有所了解，就是说这个市场它其实并不是非常的 dynamic，它说相反，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不太乐观的一个这个情况。我其实，在毕业之前，当然大家也能从我就是去修一个数据科学的硕士这件事情就能感觉到，我当时其实已经非常担心，在我毕业的时候不好找工作，然后那时候人工智能 AI 方面确实是一个风口，我就尝试向这个方向转型，但是最开始是想让我找工作的这个 barrier 变低一点。后来呢，在这个找工作的过程中，24年其实可能我也是接触了很多这种相关的岗位，就是它既需要你懂计算化学，然后又需要 AI。那当然，很多大药厂在22年，比如其实从更早他就开始在关注这个领域。但是我其实当时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吧，我在当时并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然后我就选择去读了1年博后。然后其实，在读博后的期间，我是遇到了这个 startup。当然，我跟这个 startup 也有一些更早的 history，就是我在尝试转型做 AI 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司的中国部门进行了实习。然后他在国内其实是一个科技公司。后来在我读博期间，我得知他们要在美国也建立一个这样的 startup 来做这个相关的工作，我就选择加入他们。所以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就是我毕业了，然后我在找我相关的工作，然后我找到了我就去。它其实中间有一些这种弯弯绕绕，然后最后其实我觉得算缘分吧，然后就也去了这个地方工作。我之前找工作，然后也面了一个 嗯。startup，然后他们就会问我，你能接受早上很早过来开始工作，然后晚上很晚回去？我在想，是不是所有的 startup 都需要这么久的工作时长？
startup 这种确实它的问题就在于，因为你在前期有很多不确定性，那你其实是把东西从零到一的一个过程，甚至你在你的这个业务模式，或者甚至还没有在盈利之前，你想让自己做出来一个东西，它其实需要大家在一个较低工资水平、较高工作压力的这个情况下，就是一定要把什么东西做出来。但我感觉它主要这个问题就出在于它的容错率很低。比如说你在一个大厂，它本身有成熟的业务线，它有这个成熟的这个收入来源和健康的现金流，它可能就不会有这种担心。但我觉得你的这个找的这个工作，其实他们非常的诚实，我很欣赏他们，就是他们会提前问你说你是否有这个意愿。那其实反过来就是说，那可能大家愿意为 startup 做出这种非工作时长的这种 contribution，就是我要加班，那就涉及到了你要很认同这个公司的理念，就是你真的对他有信念才行。所以其实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个 startup，但是我不太认同他的理念，然后我就也没去。然后他们还会问一个问题，就你觉得 startup 跟传统的 big company 会有什么区嗯。别？所以他们可能就主要是想看看你对这个 startup 的理解有没有比较深刻。刚才你说的，对他们的理念有没有什么认同，然后你愿意去为之努力。的确是这样，因为 startup 的容错率也体现在于，它每多 hire 一个人，它的不确定性就会变大很多，因为它体量一共就那么大，它可能一共也没多少个人，所以他们就会在招人的时候有很多的 concern，所以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个疑惑，就是说我既然能去大公司躺平，就是为什么我要去 startup 卷？就是 startup 人他们最关心这个，因为你想，你作为一个决策者，你会想，哎，这个人他原本在比如说在大厂上班。然后他怎么就会想过来跑我这儿来卷呢？他是不是这个？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打算？所以我也挺理解他们的招人的这个逻辑吧。然后你感觉加入 startup 之后会有什么不同的机会和挑战吗？这个确实，我个人对于这个职业发展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肯定会在乎我们在这个工作期间你的输入和输出。那输入其实就是我能给公司带来什么，那输出就是公司能给我带来什么，或者说这个也不能说公司吧，就是这个工作能给我带来什么。但大部分人在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你只能看到一个最直白的、最直给的一个数字，就是说我能通过这个公司，能赚多少钱。但其实，在我们做出很多这个找工作决策的时候，它有很多一些隐形的输出，可能我们就是或者这个职业为我带来，大家可能是很难看到的。一个是，因为你的工作环境会重塑你对于这个行业的看法，包括你未来的职业发展，也可能因为你某一次工作的稍微转向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那我其实就比较在意，在一个岗位上，我能不能学到我想学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 startup 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就是说，当然我的岗位跟之前经历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这个两面，但是我还是想说，就是 startup 感觉就是无论你要想学什么东西，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支持你。虽然很疲惫，但是你的成长速度是飞快的，因为 startup 人手有限，他一人身兼多职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可能原来你在一个工作流上，你没有任何决策的能力，但是你扔到 startup 了之后，你突然就要加入，比如说你可以跟 VP 坐在一起说讨论我们这个事情要不要这么推进，你就会突然你进入了这个有决策的能力，然后你就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认为会除了技术方面，你会有很多 management 方面的进步。啊，我觉得你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回答。那你现在所在的初创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什么呢？其实这主要业务就是因为我们在国内有个主体公司，所以我们希望把就是国内已经打磨好的产品，或者它已经有一些在国内市场较成熟的这个份额，想把它搬到美国来。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因为其实我觉得中美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差异，就是说美国万事万物的成本还是太高了。那你既然在中国市场能打开，那你就能向美国市场走，那你就能够怎么说呢？就把你的这个技术还有这种服务或者说软件，然后让它能够让被更多的人看到。那当然，让一个中国公司出海，它也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这其实可能就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讨论一个在美国诞生的 startup，或者说以美国人为这个投资人，或者美国大投资环境所建立的这个公司，或者说是一个
你已经有出体，然后你想出海，我在美国也拓展我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其实就是属于后者。那么其实业务说白了就是你要做一个 bridge，想办法把曾经在国内的一些成就或者说这个服务，把它在美国本土化之后，找到合适的客户，然后做他们的生意。说白了就是这样。你现在的回答已经跟上次有点不一样了。上次你会说，哎，我们怎么上次做？回答的是什么？感觉你现在更多的是以一个 business manager 的角度来谈你对。的业务，而不是说作为一个 technical person 啊去聊你们的产品是 CADD 还是 AIDD 什么的。对，是这样的，是吧？我就说肯定会有这个转嗯，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你可嗯。以说，你到时候可以说一下，就是什么打工如何在两个月之内重塑一个人的这个职业发展规划和性格，真的是这样的。那你们现在主要就是把国内的服务搬到美国这边来，现在主要的产品有哪些？我们主要的产品就是早期药物研发的这个软件，不知道这个 CADD 就是 Computer Aided Drug Discovery，就大家有多了解？因为本身就是早研是整个药物 industry 的非常小的一个部分，然后这个小的部分呢，它里面再往前追溯，就是你最最开始我要做一个靶，然后我一个蛋白，比如说我要结合它小分子，因为小分子的化学空间很大嘛，可能我不可能就是全部合成，我必须最开始用一些就是比如说电脑或者说 AI 能够帮助我辅助我来快速筛选出来这个 heat 和 lead 的这个过程。是因为比实验高通量还要便宜，所以就先筛出来，比如说几百个化合物，我们再做实验，高通量筛，再往后，我们这边会计算化学家会再收到，比如说 medicinal chemist，主要是药物化学家的反馈，包括一些统计上的反馈，那我们就知道可能哪些药效团比较重要。这边在 CADD 这边，我们再更改，比如说我们的分子骨架。然后我们再做这个相同类似的计算，然后你经过几轮这个 converge，那最后得到了 hit，然后再往后做实验，可能再优化。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一部分你能可操作或者可提供的服务是，就是市场其实是比较成熟的。那一个就是我有这种软件，能够让你的这个早期的电脑的筛选让它变得更快更准。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我连软件都不用卖给你，那我可以提供一些服务，就是说我能够直接帮助你的这个团队直接进行整个这个设计或者 hit 和 lead 的发现。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因为早研的这些任务其实无非就是一些分子设计、结合能预测，然后类似于这些的。那我如果客户有自己的数据，那我如果有能够自研开发模型的能力，那我就可以做这种定制化的服务。那你们如何分配知识产权呢？比如说，你有一个突破性的算法，或者是你们发现了一个了不得的靶点，他们是会拥有这个产权，还是说你们可以申请专利什么的？是这样的，就是可能算法和工具这方面肯定是你会有这个专利和这个 IP 的一个保护，但是因为你其实是作为一个就是提供服务方嘛，所以我们往往出现这种管线式的突破往往是来源于我们需要内部验证我们的这个工具是有效的，那我们就会催生出来管线，那这些管线可能就 IP 就属于我们。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甲方吧，甲方他们也会有这种 data privacy 的 concern，那可能这时候的服务就会以软件形式比较简单，因为他其实也不想，他可能都不想让你知道它的靶或者是我这个分子长什么样，那这时候他们就会以这种软件的形式，然后来买走你的这个软件的使用权。你刚才提到了 CADD，那 对。AIDD 与传统的 CADD 会有什么不同呢？哎，这个其实这个 AIDD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是 computer aided，然后我还能通过机器学习的模型来帮助它。因为其实早期，比如说这些筛选，在 AI 在出现之前，可以几十年前就已经有 CADD 的这个领域了。那相较于我们现在有的，比如说大数据驱动的一些解决方案，它其实核心就在于我人是知道一些物理规律的，比如说我知道一些分子在放到一个这个蛋白的口袋里面的时候，哪些结合方式是有益的，那我就用这种物理打分的形式，然后来进行这种筛选。那其实 AIDD 的主要的这个区分点就在于，原本比如说我要预测一个小分子和一个蛋白结合，那我只能通过我人为的一些粗糙的物理规律来大概给它打一个分数。但可能我有实验上非常准确的很多很多分子和很多很多蛋白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数据，那我就可以让一个机器学习模型去学到
哪种分子结合的更好。它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它把这个人类所熟知的这些物理的这些 algorithms 变成了一个近似于 black box 的东西，但它确实就是能在精度上有很大的提升，包括这个速度和效率。因为你这种基于物理一开始这种很多打分，它其实是它的精度是比较有限的嘛，那我肯定想让它更准。那这样我后面往后推的时候，我可以筛选出来的这个 hit 和粒子，我的这个 scope 就会更小，那这样就能够提高我的这个成功率。你用 AI 来对这个生成的分子来进行打分，那它其实并不能够凭空的产生一个分子，告诉你说我这个分子它就是 perfect，它就是能够做得很好。是这样，就是分子库是 CADD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在做这个虚筛之前，我肯定要有一个巨大的分子库，然后我再在这个分子库里面把这些所有分子放到蛋白里面，然后去打分嘛。所以其实很多有公司他就做这个分子库，他就卖这个分子库，就是我自己攒这种分子库，攒了特别特别大一个，然后你公司每次想要做一个靶点，那你肯定最开始你不可能 start from nowhere，就是你一定得先有个库再去筛吧。那你就把我的库买走，那你就可以用我的库去做这个筛选。对，所以其实这是最最上游，就是更上游的这个部分。所以就是它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就早研这么小的空间，它还能有这么多的生意可以做，就很神奇。如果要是他们不给你，就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分子库，那后面其实也就做不了太多的事情。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但是现在也因为机器学习催生了一些这个 de novo 设计的办法，就是说我在没有分子库的情况下，你就给我蛋白，我就在这个蛋白的口袋里面直接生成个分子出来。但怎么说呢？模型现在其实还是不太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它生成出来的分子往往是既难合成，人看上去又觉得非常奇怪的那种。对，所以现在大部分其实这种早期的这个筛选，它还是源自于你有一个确定的这个化学结构的一个分子库。但刚才其实说的 AIDD 可能就是范畴比较小，我们现在只说到了在早研在 CADD 这个部分。但当然，你这个 drug discovery 一旦贴上了 AI 的标签，它后面就可以，你任何一个在这个流程中的某一个小部件，但凡能被 AI 加速，它都可能被 claim 成 AIDD。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公司 claim 说，我们这个机器学习设计的分子现在要上临床了，但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有点标题党，就他可能只是前面的非常一个小或者某几个环节用特定的模型去加速了一把，但他们也会讲说啊，我这个分子是 AI 设计的，但其实它后面有很多就是人工智能，就是真人工。如果药企不愿意分享数据，你们可以用机器学习，或者是有一些公开的数据集，仍然可以建模。你建出来这个模型，如何证明它在一些数据上的一些可靠性呢？这其实是一个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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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问题，是整个领域的一个大痛点。首先，先从这个数据，可以从好几个方面讲。一个方面是大家的这个愿景是说，我们所有人、所有企业，可能在5年前吧，大家就想，哎呀，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就是所有药企都愿意把自己的数据，这个分享出来，然后我们搞一个巨大的这个 database，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多特别特别厉害的模型，然后大幅度推动这个领域。但是最后其实 turns out 就是大家发现，哦，数据是金钱，就是最最贵的就是数据。那与其我 share 这些东西，那可能我更好的一个选择是我把这个数据握在手里面，然后我研发我自己的这个模型。所以这个其实是刚才会员说的这个药企不愿意分享数据的这个情况。当然，它的这个数据里面也，其实数据就是钱的，已经不仅仅是说跟模型相关了，它肯定任何企业不愿意分享自己的这个在研的很多这个信息。那在这个情况下，这个 AI 模型的数据从哪来？其实就是从公开数据集来。那公开数据集直接的这个短板就是说，因为公开数据都是一些非常 general 的 benchmark，或者说它并不能证明你在某一个任务或者某一个公司的这个特定需求下能做得很好。那从 AI 或者说从这个机器学习工程师的角度来讲，它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好的选择，它只能去刷这个榜。就如果大家经常看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 paper，你就会发现它就要在一个指标上，只要比别人强就可以。但这个其实在药厂或者说在 drug discovery 这个事情上，其实它是走不通的。其实它走不通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别人注意到这个事情，就是说在 AI for 比如说图像识别或者说写代码这方面。
你其实都不会涉及到人命。但是在医药行业，其实你这个 AI 有很大的伦理问题。那当你 AI 设计出来一个比较好的分子，那最后这个分子肯定要走到人身上的，那你所承担的这个压力就不仅仅在于我在一个 benchmark 的表格上里面我有一个 marginal 的进步，但是相反，药企会很关心你的模型能不能解决一个它特别 specific 的问题。所以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有两个出路，一个出路就是说我们就是卯下心，我们就 build 一个特别大的数据集，然后我们确实用数据驱动的办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我证明我有这个 AI 的 capability。那如果这个公司需要有一个特定的模块儿，然后要加速，或者说它有一个特定的模块儿想通过机器学习优化，那我们就可以一起 develop 一个东西，或者说我们以一种就是从这个 AI 角度或者 FTE 角度来支持它达成它的这个目标。那刚聊到的是算是可靠性或者是准确性的一个问题，还有精度的问题。比如说，你们在模拟自由能这种计算误嗯，差是能够确定的吗？还是能控制的吗？传统方法的精度，其实在自由能围绕的这个事情上，它的精度其实是高于目前的机器学习模型的。我不确定你们有没有知道最近那个 Boz2，就是 MIT 和 Recursion 他们一起联合开发的一个结合的那个 AI 模型，然后争议也很大。当然，他们的争议其实来源于我刚才说的那些问题，而且说白了，在这个药物这个早研的情况，它的这个数据泄露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因为学的时候，蛋白和小分子是两回事儿，然后但蛋白之间有很多相似性，小分子之间有很多相似性。那你到底学没学到这个规律，还是说你其实是在背诵某些小分子和蛋白的结合模式？这个其实也是现在的争议很大的问题。就算有一个模型，现在大家 claim 说它很好，那大家也会扑上去问他说：“那你说你好，那你是不是其实你在这个训练集和测试集里面，它有很大的这个数据泄露？你怎么避免这个问题，来证明你的模型真的有外推性？”所以在这些种种 concern 之下，在自由能这个结合能的预测实际上还是现在非常多的就是在进步的物理的算法是比它精度要高的。当然，这个精度是我们认知的模拟的一个精度，那它确实好不好，你肯定最后还是要做实验，然后看它的结合能力强不强。那这个精度的优势，它其实主要是好在我一开始有1000个分子，然后我先用机器，然后我这个精度比较好，我能筛出来前10个。那可能如果你的精度不高，你可能就会也需要把前100个都做实验验证。所以说白了，你的精度提高或者可靠性提高，就是在你从这个模拟走向这个实验的那一步的时候，给你很大的这个自信心。如果药企他们不分享数据，然后你们可能会下定决心自己去建立一个数据集。你们在没有真实数据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去构建这个数据集呢？其实，首先，如果你想自己构建数据集，那你必须得有能够做实验的能力，就是说你需要 wet lab，因为你其实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从，或者说你希望你模型能够预测的是真实实验的时候出现结果，而不是说，我计算机模拟它俩能结合，然后我机器学习给我一样的结果。那机器学习我现在都已经能看到实验了，我还看模拟做什么，对吧？我知道有分子和有蛋白能结合，这已经是实验能够告诉我的了。那所以其实这个拥有自己的实验平台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有一个典型的公司叫做 Axiom，上海叫 Axiom，就是这个人他也是在就是 AI 领域深耕多年，他就是想把这个产品卖给这个药企。后来他发现这个事情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我融到一笔钱，然后我开一个实验室，我就测小鼠的肝毒性，然后我拿我自己测出来的所有数据去练一个模型。这样以后只要但凡一个药企，他想预测它这个分子在小鼠的肝毒性实验上的结果，他就要来找我。就是他其实自己收敛到了这么一个事情，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撬动一个非常大的领域，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有的放矢。公司可能他有利益或者出于钱的考虑，他不愿意 share 他的数据。那高校你们会跟他们合作吗？这次我看到有一个组不是1700个分子，1700个礼物，像那种很有实力的组，你们会跟他们合作去弄数据集吗？我感觉这也是个好问题。刚才说的是这种公司自己内部他就走这条路，还有一种就是说我需要 partnership，我需要外部的这个有实验能力的公司和我一起开发，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也想练一个肝毒性的这个
任务，但我又没数据，我怎么办？我找一个 biotech，我给他钱，或者说我们联合做一个这样的模型，最后比如说这个模型卖出去了，我们1:1分成。举个例子啊，就举个例子，还有一种高效，但是高效这个地方它其实就在于他们可能更关心它的这个能不能发 Nature 和 Science，他可能不关心我的这个东西能不能卖钱。所以其实这本质上也有一些大家的，就是也不能说上 conflict 吧，就是你可能需要对齐的一些东西。但是反正如果数据是最大的问题，那肯定就是两个方法嘛，内部解决或者外部解决。当然我们肯定是，我们既然有很强的这个模拟和这个建模的能力，我们肯定就是在我们的角度上来说，那可能如果说我们用自己的这种长板能找到愿意补充我们短板的这种实验的 partner 是最好的情况。高校不会是你们优先考虑的潜在的合作伙伴。高校会的，会的，会的，因为这个说回到高校和这个企业这种 partnership 这个 KOL 效应，就是有的时候你跟一个学术的组进行这种合作，那肯定你的这个工具的这个可信度和这个可靠性就是有那种大大提升。就有的时候你可能不能我强任我强，就是你确实需要有一些这种强的人认可你，并且他以某种形式让大家都发现到他认可你的这个过程。那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还是需要有 wet lab 的支持。那是不是说明我们这些做实验的人在短时间内不会失业？你这问题太好了，就是这个很多人我觉得对 AI 有很大的 concern。我就是我，因为我会开会嘛，我发现现在每次你去一个药物的会议，它都有一个 section 或者是有一个 discussion panel，就叫做 AI 是如何影响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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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它在哪里可以进步。当然，如果你去听的话，他们的这个聊天的内容其实大同小异，主要就是说他们觉得 AI 不行。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它其实源自于一种你刚才说的这种 concern，就是小黑说的，就是我会不会被 AI 受到这个冲击，我这个工作。那我觉得这个 AI 它不一定会冲击你的工作，它会重塑你的工作内容。我昨天在我朋友圈也是看到一个朋友发，他说他觉得一个非常 upset 的事情，就是说，可能以后所有读了 PhD 的这些，就是你肯定是充分证明了你的学术和这个 research 能力，但最后你可能就要把你的这部分知识储备用作给 AI 做 label。你们有没有收到过那种 AI review trainer。email，对吧？就说你是否感兴趣？我觉得你的背景特别适合做我们的 AI trainer。有收到过。啊，我真的觉得好搞笑，就是其实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读了半天，我最后成为了一个 AI 训练师，是吧？但我个人的角度是，做实验的这种 human intelligence 在决策中的影响，其实是远大于机器在一些模块化事情上的加速。因为只有点扯远了，有点发散，但是这样的，就是人类智能是你可以理解为是数亿年。我这个数我忘了这个数具体是多少了，它是演变而来。就我们的 intelligence 不像机器学习，我们说它在短时间内就习得了这个智能，这实际上是在进化论上我们走过非常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尺度才得到的一种能力。我就最近看那本《A Brief History of Intelligence》，它里面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例子，就是说我把一个1800年的人，传送到今天，把他传送到比如说洛杉矶机场。然后他就在那儿看，他知道这是200多年之后的人类社会，他就看到哇，好多飞机，这些飞机可以飞到天上。然后这时候你让他看完之后，你再把他送回去，他就会想，哦，我知道200年之后我们会建出一个飞机的东西，那我现在就来建这个飞机。他就会怎么建这个飞机呢？他就会建这个壳子，建这个座椅，但他其实并不知道飞机的内部是怎么让它飞起来的。但是当他在看到飞机并且重塑它的时候，他只能从他看到的那些面上或者说表象上来构建。也就是说，如果他不能衍生出来，哦，我知道飞机飞起来需要流体动力学，我需要知道很多里面的这个 science 的背景的是一环环，怎么让我最后把它设计成这样？你直接给他看到结果，他学到了这个因果关系，它不算一种 intelligence。就是你从这个可以映射出来，就是说大家有的时候一些 concern，只能说模型确实在某些事情的这个方向确实是比人强，但我并不认为它可以替代在工作时候人类的及时反馈的这种能力。但是唯一我会认为有可能会取代这个劳动力的一项，其实就是 automation lab。但我也不认为他会真的就是拿走就是做实验人的这个工作岗位，它实际上会让这些
做实验的人变成在背后监督机器是否在正常运作的这种。当然，机器它有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处理数据的真正能力，它后面还是只是说，现在我原本我不用自己去种田了，我喊10个小工，他们就把每一排的这个树的那个果子摘下来之后，告诉我他们今年这个收率怎么样，说这块田我就看哦，这块田可能比那块田种的好，就是说你还是得有人去看这个结果啊。但是它会让工作岗位变少，就可能原来一个实验室需要100个人，现在只需要10个人了。这个确实，但是怎么说呢？现在的这个就是未来以来，我们就只能 embrace 它，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缓解，就是大家哦，会被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底特律变人这个游戏，嗯就很嗯很火的。我这嗯两天在对，刷 YouTube，有一个人他就是专门解包游戏的嘛，他最近把底特律变人这游戏给解了，然后发现嗯里有一段隐藏的结局，就是被他们的主创团队给删掉了。有一个结局就是他有一个片段是那个总统发的一个演讲，嗯就说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必须要跟 AI，共同生活的一个时代，但嗯是因为我们对他们太过依赖、太过于信任，导致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从我们的生活中去掉。然后他嗯。们现在已经进化的比我们更加高级了，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在我们还能就是有能力除掉他们的时候，把他们全部都除掉。哦，I 这是一 see。个很黑暗的一个结局。OK，但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白了，一切都是资本驱动的。如果它能给这个市场带来钱，大家就不会放弃它，人是不会放弃它的。嗯，对，但我觉得其实，医药发现其实是较保守的一个行业，它既是它的优点，也是它推进难的这个 barrier 所在。但其实我并不认为任何人对 AI 的这个 concern 是夸大的，就是我觉得确实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又想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你提到的，你觉得 AI 它目前还没有人的那种反馈机制，就这个也是之前我跟会员在平时聊天的时候就有提到过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实验室引进了 Automation Lab，我们觉得那个 Automation 的主要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反馈机制不如人的反馈机制。就比如说，我们眼睛观察了一个现象，我们可以及时做出反馈，然后我们对这个实验进行及时的修正。但是机器嘛，因为它可能是一些设定好的程序，可能哪个环节出错了，它就是只会报错，但并不能够及时的修正。它可能是单线的，就是 A B C D 这种，它一个个判断了。嗯，但有可能这个时候 B 这个情况占主导。作为人，你可能大脑一下就能知道，哦，我要优先考虑这个 B 的情况。不同的 asset 它有不同的 priority，这些也可以写出来，但是还是要人调试出来的。其实 Automation Lab 这种自动化实验室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case，我更倾向于描述它为就是 robotic，有机械臂做实验，然后我收了这个数据，然后它一直在这个 loop，所以它这里面其实是没有 AI agent 在里面参与这个过程。我感觉你们说这种就是一种我不仅要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个 robotics 的部分。然后我还要引入一个 agent 来替代人再去反馈给这个 robotics 的路，这个现在也非常火。哎呀，我就说 AI 这个领域发展实在太快了，因为我就感觉，之前强化学习很火，然后就是涉及到人类强化学习，然后现在涉及到这个 reward 的设计，然后其实人类一直都在想办法如何把人的一些这个奖赏机制或者说这种 rewarding 的东西，就是带给模型。那其实我觉得刚才 Automation Lab 就是这个自动化实验室里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说大家确实在使劲的在迭代这一部分，就是已经不能算人机交互了，属于一个 robotics 和一个像人的 AI 跟它交互。我感觉它迭代的速度还是很慢，就相比 AI 在其他领域，它还是很慢，嗯嗯，可能对，是一模型两年本身，跟不上。对，是这样的。所以我感觉你们这些痛点就是下一个就是制造业它如何赚钱的风口，你们的痛点。那 AI 除了之前提到的小分子预测，它还能用在哪些医疗相关方面？啊，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我前几天刚跟一个做那个 regulatory affair 的人聊过，就是他是在这个行业做了20多年，然后他说他现在就在用很多 AI 的工具，他还给我现场演示了他用的那些 AI 工具，然后我就发现，在这种场合可能 AI 更适合，因为我们现在大家最 care 的就是比如说 NLP、LLM，
这些其实它是纯文本，它这个 modality 里面都不包括分子。就其实我最开始说的那些分子的那些任务，其实它你要想办法把这个化学这个分子的这个人类的这个 domain input 到这个模型里面，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 scientific 内容的。但是像 regulatory affair 这些，你可以理解为它这种部分很少，它其实大部分是这种就是这种监管文件的比对。那么他用这个 LLM 怎么能辅助他呢？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公司，它的这个药物向 FDA 提交申请，那 FDA 可能驳回了，或者 FDA 说你这个通过了。那原来如果一个人需要准备这样的文件，他需要看特别特别多的文本。但是现在，如果这些所有相关内容都已经在一个数据库里面非常成熟，那写的时候，机器学习模就是 LLM，就说 ChatGPT，举个例子，说 ChatGPT 现在代表所有的这种大语言模型，然后它写起来写这个 outline 就会非常的快，包括当你在比对两个文件之间的不同，比如说它在第一次提交这个文件给 FDA 和第三次提交给 FDA 的时候，你就能通过 AI 快速的让它高亮所有它在第三次提交时候的这个就差异。这些如果要是人类的用眼睛来看是非常非常慢的。然后包括如果你想 track 一个特定类药物的在不同公司的这个向 FDA 提交的频率，就是这些东西都可以用你自己建立相关数据集，然后文本数据集，然后再借助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这个收集和整理和这个梳理以及对比的这个快速能力，它能一下，因为它一次能看到那么多的人类文件，但是人其实是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例子。那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生物信息学相关的如何就是理解就是人类基因和这个疾病的关系，这个其实是在 genomics，就是基因学，它其实更偏生信。那其实生信的这个环境也非常的适合，因为生信我们的基因这个 encode 它本身其实就是 ACTG 嘛，就4个字母，它其实和人类的 dictionary 是有点像，就是和文本，只不过它是一种自然编码。那我就可以，比如说，我知道一个人的基因序列，我知道他得某一个病，我知道他之后这个预后，或者说在每一次我这个治疗之后的这个反馈，癌症先说癌症啊，这可能是预后的判断。但是其实，在一个疾病分流，就是确诊他是否得哪个病，以及这种个性化治疗上，AI 的这个学这种前后的逻辑关系是比人来快很多的，因为它能够在大部分的数据里面一眼就看出来你的这个基因，你的这个得出来疾病可能和你的基因这部分序列，或者说你得这个疾病死得很快，可能和你的这个基因序列有关系。包括一些在这种 loop 里面 biomarker 的发现。所以你就会发现，就是 AI 确实它能够，你说我们能够发现一个 AI 解决世界上的所有病吗？那不可能。但是你说如果我有一个特定的问题，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西能怎么解决，那 AI 是绝对可以胜任的，在某一这个环节，但背后还是需要人去驱使它，把它们连在一起。我感觉你的第一个例子其实也跟我们现在的工作有一点点相关，就是我让 AI 来帮我去做一个 data reviewer。它还有个问题就是 AI 它可以审查很多的文件，那如果要是这个文件最后出错了，那谁来承担这个错误呢？嗯。是这个使用 AI 工具的人，还是 AI 本身？哦，现在这个锅应该都甩在使用 AI 工具的人，因为对，其实作为牛马，我们最后只需要呈现一个汇报，那其实老板不关心你这个汇报是用什么东西写的，但如果你写出了错，他就要骂你，就是他不可能追着 AI 骂，他只能骂这个打工人，所以有的时候确实 AI 只是降低了很多事情的门槛和这个时间成本，但是你说最后要校对，那肯定还是得有人来做这个工作，你也不能太相信他。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认为，这种 AI 辅助形式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可能就不知道怎么正确的使用它。因为我跟我聊那个 regulatory affair，他在这个领域已经待了20多年了，他在 FDA 也干过，他在没有这些工具的时候就干过。那他其实，在面对 AI 给他东西，他一眼就知道哪儿不对劲。但是我们没有经受过这种训练，对吧？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模型哪儿的时候在瞎说八道。包括我跟一些我做这个 LLM 开发的或者 benchmark 的朋友聊天，他跟我说，他每次看模型输出，他一眼就知道哪儿在 hallucinate，就是哪儿在瞎说八道。但是我说，那我就看不出来。他说也可以理解，因为我每天就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其实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个 hallucinate 的问题就是民众解决不了，大家就只能 double check、triple check。哦，还有一种情况，推给 A 模型做一个，B 模型做一个，C 模型做一个，然后再人为去校对它们之间的区别。
那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 AI，它能够降低门槛，但其实它的上限也是很高的。你还是要有专业知识背景，你才能够去判断这个 AI 给出的答案是正确还是错误。日常生活当中，我也发现大家首先在平常交流，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就有人给出的建议是就是你先去问 ChatGPT，那个 ChatGPT 的回答已经很完善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平时逛一些社交媒体的那个评论区的时候，大家对某件事情可能会有争议，这个时候就有个人就会放出一张截图，看 DeepSeek 是这么说的，看 ChatGPT 是怎么说的，他们就会把这个当成一个金标准。Oh my god，这也太恐对，就怖了！就有争议的事情，哎，我们可以交给 AI 来做判断。你看他都这么说了，你还能怎么说呢？然后还有就是，我看到有人发帖子，他们也就是直接把那个 AI 生成的答案复制粘贴上去，就感觉就是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就这些现象，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些现象？哦，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 philosophy 了，我感觉。就是我 personally，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 ridiculous，就这也太离谱了。我觉得其实这是人类面对 AI 的时候的责任心的缺失。就是我本身这个 judge 正确与否的这个责任在我肩上，但我现在就把它推给 DeepSeek，你别跟我吵啊，你跟他吵去。就是我不再 defend 我不再严肃的 defend 我自己的 claim，你去找你我搬出救兵，让他列1、2、3。对，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是有点让人觉得有点难受的，就是原来我雇了个小兵替我吵架。可能是从众心理，他们在吵架，然后吵不赢，然后就少数人服从多数人。AI 算是一个多数人的智慧的集合。我好喜欢你这个 perspective，就是哎呦我天呐，对，AI 是 AI 是一群人。哎呦，但我感觉这说起来这件事情确实也挺 upset，就是挺难过的。就是说实话，有的时候我自己不太了解什么东西，我就去 AI 查，然后我查完了 AI，然后我再去拿着 AI 去问真的做这个的人，他就说这个地方不对，对，挺绝望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就很盲目的信任 AI，我觉得它很容易造成一个知识垄断。就是因为我如果可以，我完全可以控制模型输出的东西嘛，就是我或者甚至可以污染我的模型，我在背后就其实你每次问问题的时候，我前面有个 prompt，就是说如果他问什么什么，我就一定回答什么什么。但是所以如果你面临就是你在这个 AI 的情况下，你没有办法有一点的这个自我判断能力，你可能就确实被他所抛下了，就是这种感觉。但我希望大家多半是用这个娱乐心理，就给一些乐子是。说实话，就是我当时刚进入机器学习领域的时候，大概是2022和2023年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好多新闻特别好玩儿，说什么很多机器学习的这个 scientist 或者这种跟做 computer science 回头变成了环境主义者，就是他们觉得每年跑 GPU，就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然后就到处宣讲说，哦，你说，因为你现在机器学习，你但凡是个人，你上大学都要来一门儿这个。machine learning，让你 sklearn 跑一跑，对吧？就是这个 regression 跑一跑，classification 跑一跑，他就感觉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好像没有成本，但实际上你每次学生在提交这个运算的时候，都有一个牛马 GPU 或者牛马 CPU 在工作，然后它会产大量的热，然后现在这些东西也都在北移，这些超算中心往两头移，所以然后他们后面就变成了很多极端环境主义者。我当时其实看到这个也觉得挺神奇的，但是也会有人觉得你 AI 已经来了，那你用 AI 解决环境问题吧，就是你不要这样想。你有了 AI，有了更好的工具，那我们就是不是就能更好的解决这个环境问题？所以没有人真正知道 AI 最后的价值是什么，没有人在短期做这个评估。那市场现在做的行为就是 all in all in，但它会有退潮的一天，反正我个人是这种感觉。在这期节目里，陶子博士为我们深度剖析了 AI 对医药行业的影响。下期他将带来更加贴近个人发展的主题，他是如何从科研走向 BD Business Development 岗位的。关注 Vita 1001，一起成长。也欢迎对这样行业感兴趣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你们想听哪些类型的话题，我们会尽量安排。谢谢大家的收听，期待下次再见。